旁数一定要奇数。如果它公因是一定要偶数。如果公因是奇数，你需要人工去改一下就好。它以3行数出2次的，你不会改成2行数1次、4行数1次就好了。好，那做好这个之后，我们另外一半边我们去镜像。镜像就是不要框到公理线，记住千万不要框到公理线。然后这个是高点的，那我们随便框一下就好了。如果微点你在居中，高点就差不多，框一下就好。然后这边的话，我们不要多框，点水平镜像，点粘贴，鼠标可以放到螺纹这个位置，那就过来了。那我这个版本呢是昨天的做好了，我不知道你们那个有没有下载起来啊？如果你们那个版本镜像工具如果老练不错的话，还是要装一个 AD 版本的啊。好，我们用取色工具把这个提沙嘴的东西去掉，因为右边不需要去回提沙嘴，我们沙嘴是停留在左边区域的，右边我们不需要去回提。好，那做好这个之后呢，我们就3张图去复制一下。因为你做好一个层面的，另外2个层面也要跟它保持一致，你才能去刷模块。如果有多你就删掉了啊。好，那么我们就要刷新模块了。就是今天这个模块我们来点一下分析工作区域。如果它能刷出来，刷了这么多可能刷出来，就说明你模块序列是画的正确的。如果你刷不出来，可能你画的是错的。这个功能用完之后，如果你刷不出来呢，就是你可能哪个序列画错了，清楚了吧？就是你它这个模块就是规定的很死的，你这2边的加针动作不一致，它也会给你刷不出来模块。如果你同一行，它一定要我们叫横向颜色配列，你看。同一行你一定要先200，再14399。如果你这边不画143，那就没有这个模块，清楚了吧？就是它要求的很死的，你只要按照我的规则画，它是能刷出来。比如说，你这边不给201，那你是刷不出来的。你看我随便画错一个啊。我们先3张图要想一起画，就按同步描绘。比如说我这边去掉一个201啊，刷新。那你这边马上就没模块了，可能就是你压缩图画错了，因为刚开始我们这个教给你们的知识点其实都是很简单的，肯定是有模块的光能点图描绘了肯定有模块，没模块是你画错了，跟那个小片一样的嘛。好，这是它系统里边自带的这个1013个区域的一个小图。那我们一般不用它系统自带的这些，我们嫌它做的有点繁琐一般呢，我们导入自己做的。这个模块后面我会发，前期我不会发，让你们自己做的。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1003个区域的一个动作，那就。你放了用户区，它是不是这边那个原来系统自带的就不见了？因为你把那个我用户的把系统自带的给取代了。好，那放这边之后呢，那我们下一步呢，不是跟做小片一样的？我们下一步是不是要去检查沙嘴组这些的资料了？那今天的沙嘴组就比较多嘞，有很多嘞。你看有这么多，它段数有这么多。那如果你不知道哪一段是干什么的，它这边不是有一个，反正沙嘴组就在 R3.1上面，这边是一个颜色查找工具嘛。比如说91出现在哪里了，63出现在哪里了，然后你现在对91对63完全是一脸懵的一个状态，不知道怎么填。那么今天怎么办呢？今天我先不讲，我给你们导参数，所有的都是叫你自动。我把参数表发下去，导上来，你只要把参数套进去，你沙嘴组就上来了。因为今天东西太多了，先不讲。爬字图层，你看导进来循环也设好了，图层也设好了，然后
下位组也设好了。刚才那一套参数呢，我等会儿会给你们发下去的。你就点执行、生效就好了，确定就可以了。就是因为板字的话越复杂，它上位组参数是越多的上位组参数越多的。你靠记忆的东西太多了，主要是。那么这个参数我就先不讲，我们去导入。导入过之后呢，你上位组也导入了，就可以去编译了。编译它一样的到展开视图界面，所以这个软件是我们自主研发的那么这一个界面就是你展开图你看得懂。那么我们做好之后呢，至于这哪个部位是什么内容，你们今天搞不懂，可以先不用去管它了。先不用去管它。你要想看哪个区是什么模块，我们点开它，比如说我随便点一下，右键跳到对应模块，它就会跳到第一张图了。这个是162动作，是袖子要往大声靠拢的一个动作。所以我用162，你看我这里就要去拨6号了嘛，所以袖子要靠拢进来了，是不是拨好之后，我们再拨回去，然后这个就是175的腋下绕直，这个是翻根压线，让4号跟5号带出去的一个过程。所有的都是自动的，只要我们把压缩图填好。那这个做好之后呢，我们这里是平收的模块。这里4个键的平收的模块，我们跳到这个模块来看一下这4个键的平收模块里边的内容你看不懂，现在先不用管，我们后期会慢慢对它进行开刀解剖，就是要造模块了，知道吧？就是前期你小白看不懂。好，那这个我们做好这些之后呢，到展开视图页面呢，你再去，因为爬字还没填我们再去编译它为爬字图层报进。我们进入爬字界面，先把爬字填了吧。爬字它里边已经设置过了大概，我们就重新计算一下爬字图层，让它带出来一部分。如果不合适的地方，我们再去修改。我们把针法按出来。你看它这个爬字图层就是大面积的，只有7跟3，7是释放。你看什么时候释放？是不是没有线圈的就释放掉了？没线圈就释放掉了。那么这里也没线圈了，就释放掉了。但是我们这里的7就是这个绿色的爬，你不要出现整行放的这种情况这里叫整行放，整列放是没关系的，竖着放是没关系的。这个整行呢，整行不行的横向的不能放爬的放爬它就会放爬，它线圈不就往上浮了嘛？如果你副罗拉没有拉住，导致包针的那罗拉针问题。爬字机的话，它原来用起底板，后面起底板没有上去前，它就开始用爬字了，它就开始用副罗拉拉住了。我说如果它没有被副罗拉拉住，它只有爬字抓的话是没有拉力的所以你不要整行出现7号。那像这个情况怎么办？整行给0号。0号是保持上一行的动作，因为这个地方是袖子多肌，我们都知道袖子肯定是比大身长的。袖子，你的手肯定比你大身长的。这个地方是不是大身停下来只做袖子的区域好，只做袖子的区域，那我这个地方就要给0号爬。那这些地方的话，我们横向的就不要出现7号爬，我们要给3号。这里先给3号。这是爬字机填爬字罗拉机，你们今天可以先不用分拉力段数，就是你的拉力段数就跟着它的一个系统自带的拉力段数走。你们在面板的观察在面板观察，插进去可以不用分。然后这些地方没有织物的，你可以给它修成0，或者不用去管它也没关系。我们修的仔细了一点这没有织物的，我们可以修成0是保持上一行的一个动静，就抓着不动了。那起码得给它点力这是我修的还比较细然后
这个地方是腋下绕指，我们腋下绕指给了6休止塔，就轻微的力在工作上。那这里也是1号码，那这是6号码，轻微的力在工作。那这是这些地方。那我们10.2这个爬字肌是气爬相当稳定，所以叠针点不用给到啊，我们细针是要给的，我们细针肌后面再讲啊。然后中间你看，你把它放大一点，是不是中间就绿色了？那我们来看它的针法，是不是？你看200号色是不是产针呐？因为是高领，这里是不是只有做后床了？因为在做前领的位置，是不是啊？好，这里只做后床了。那只做后床的话，那我们的爬字怎么给？我们爬字我们后面会讲啊。先来看一下爬字图层这样的，我们后面会讲啊。现在前期的话，第一天东西太多了，你记一下。那我们领圈里边，我们就可以做到前休止，后工作爬，或者是前保持，后工作。因为它前床没有那个后领的那个前领那一块，是不是前床没有了？只在做后床，前床是不是引反产针反它在？所以这个时候你领圈里边给一个2号爬，或者是14号爬都可以。前床休止就是前床微小的力在工作，后床让它工作，因为它有后床啊。所以今天领圈里边我们要给上2号爬。这个爬字没有固定答案，你多给一点，少给一点，问题都不大，只要你聊出来不漏点，就这一原则啊。那多给一点，少给一点都没关系。那10个人填法，这个爬字不用去纠结啊。那你2个人做的肯定是不一样的爬字填，就是我们沿着它那个轮廓给个2号爬。哎，我们罗拉基像这边就做不到了。我这个是局部控制它的，是不是啊？局部控制它的哦，就是局部这个柔性牵拉嘛，就是局部可以控制这个地方的话，我让我前床不要爬了，前床休止或者前床保持。给2号色啊，那给它指令是错的啊，要记下啊。给个7也是错的啊，因为放了麻烦了，这地方就浮起来了。所以你们打印过程当中，人最好是不要走开的，你浮沙了会撞一排针的。好，这个的话，我们做好这个爬字之后，我们再去最后编音。那我今天呢没教你们截短啊，因为这个衣服的话摇出来的话时间也稍微有点长的。今天第一天呢，我们先不截短去摇。下一个6.2针呢，你就不要截了。截短你要先截再填爬字的。我现在填完爬字再截爬字，其实我会掉下去啊。我现在回头截短就晚了啊。截短怎么截？我们选择项目，选择项目。这边不是有个工具嘛？删除、重复，删那个150行。罗拉基可以删很多，爬字基因你不能删太多。罗拉基随便你删的啊。爬字基的话，你删的多了，你基本上没下去，你就开始做平手。那我是指这个意思啊。罗拉就是这一点马上就做平手了，他们想快嘛，打印快，罗拉基。但是爬字基你要是删到这儿，你起底板都还没下去，你就在这做平手，那容易漏针的，知道吧？起底板还没有下去，所以我们爬字基可以留这么多啊。罗拉基你再往底下删也没事啊。好，那么删好之后，你们发现了是不是这螺纹什么全部都乱掉了啊？那你来补齐呀。而且补齐注意奇数针不行啊。我们来看一下，哎，8线针不是奇数针，奇数针它会报警的啊。好，这个删掉。禁止你们把板子给我截成这个样子，这个中间没有安全针数了，是不行的啊。禁止你截了短，你中间都没安全针数，这样是会撞针的。没有安全针数，因为122是螺纹呐，螺纹是要翻针的。你沙水停到别人的编织区，你不就是撞针了吗？所以我们截短是有原则的，不要出现截的把我安全针数截没了那种情况。好，我们3张图再复制。这时候你可以把你的名字打到第2张图上去啊，打好名字，最后一步我们再填爬字图层。比如说名字打到前身线，然后再去
你看，我是直接选择项目删，它就不会把我用户模块删掉，就是系统模块删了能重新刷出来，系统模块删了能重新刷出来。一旦你用户模块删了，你就做了白做了，知道吧？所以，我其实还有个删除工具的，我只是没教你，没教。那因为我们不要用这个呢，框住，删除选中的，好，这个也可以删，但是它不会删的同步删，这个不要用，这个一删你就会把这边模块删，知道吧？不要用这个工具。好，那这是这个，它这个是粗人机嘛？不是，这个是10.2的工艺，10.2的工艺，10.2呢，10.2就是跟我们机器匹配的。你看删完爬子错了，所以你要到最后一步再填爬子，清楚了吧？最后一步就是，10.2这张工艺你可以截短一点，但是我刚刚群里发的3张工艺，你先做那个掐边修高，它是6.2帧的工艺，6.2帧工艺跑到10.2就是个小衣服，裱出来就那么大一根，好，那么你们就可以去，做着了。第一天我是不建议删的啊，那么做好之后你们就生成上去就可以了。然后，你们注意一下，今天的排针很宽哦，给你看多少排针？起码1000多吧，990啊，990排好，没到1000，1000的排针是不是很宽了？打罗拉机的人一定要把沙嘴锅推到最边上，重新选一次针，居中咬。它自己反正自动的，我不用担心它那个打针，知道了？今天把沙嘴全部推到边上去。好，那么你们做一下吧，我把那个1:3的区域小图给你们发下去。好，你们做一下，今天。